That's the meeting. Nice to meet you too. Yeah. 这位是新西兰的总理，在他旁边的这位是 Hey everyone, I'm here with Lawrence. You all know him. Watch his videos because they're 因为 amazing. 2年前拍新西兰的 vlog， 我被他盯上了，被他注意到了。但你知道吗？这个孤悬于南半球太平洋上的岛国，经常因为不太起眼而被人遗忘。比如最著名的 IMF 的旧版 logo 中曾缺少过这个国家，还有像亚马逊的地图、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漫电影。那最离谱的是，这趟大韩航空飞往新西兰的杂志上，地图上新西兰的位置也是一片空白，而这些都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南边2500公里是冰冷的南极洲，东边是浩瀚无垠的太平洋，而离它最近的澳大利亚也要跨越1600公里，而很多人还会把他们的国旗搞混。所以就是这样一个世界上最孤独的国家，到底有什么样的魔法可以让我们跨越近万公里，3年内2刷呢？答案是这次是人家旅游局要求我们去的。Nice. 但就是这么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却成为了无数人的向往啊！原因有很多，比如说最著名的，这里全年有140天的假期。对啊，对的，你没有听错，除了52个双休日以外，还有11个法定节假日和至少20天的年假。也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制度，造就了新西兰人的一种松弛感，一种会花很多时间去体验这个世界的冒险精神。所以，比如一个不太冷的冷知识，蹦极就是新西兰人发明的。就是这样一个国家的官方旅行邀请，到底会带我们玩什么，可以代表这个国家呢？所以欢迎来到全新的旅行评测类栏目，来不来？我们会在这档节目中帮大家评测一些热门目的地的一些体验，像是我们平时评测一些数码产品一样。那每一项体验我们都会标注价格，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中留下你的意见。大家也可以根据你会不会来这个标准给出你们的评价。发弹幕的时候也可以用颜色直接给出自己的意见，比如说绿色就代表还不错，我想去试试。红色就觉得我觉得不行。来，那从现在开始，我是本次旅行的导游，我姓陆，大家可以叫我小陆，或者叫我陆导。我是本色的司机。所以我们的第一期新西兰，你来不来？OK，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叫做瓦卡。哇，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刚刚落地新西兰的第一天，我们整个在路上大概已经28个小时没有睡觉了。我第一时间被拉来这儿，我们要下水，天气是大概不到10度的样子。华巴卡的那个海滩，你还记得叫什么吗？凯利 Beach。Kelly Beach。凯利 Beach。Kelly Beach。对。什么？哇啦。给大家看，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挖卡。我们之前那次去基督城的时候，土豆叔叔不是教我们用毛利碰鼻里，Q 啦。中国还没有结束。那这一次我们学习了用毛利语去进行一个自我介绍。This means help. Call and then your name and then another word. Ahor. No. And then where you're from and same word. Ahor. Ahor. Good? Yeah. Okay. I'm gonna 来 Q 啦，说 Q 啦。Q 的。扣你红梅阿后。来说扣你红梅阿后。然后 no 北京阿后。 No 北京ahor. Q 啦。Q 啦。扣 Nico 阿后 no 北京阿后。你为什么不说长沙呀？他说的是我们从哪来的呀？你看，你就忘记自己的祖先在哪儿了。那我祖先不一定是湖南的，我姓米。我上次专门问过，我是那个什么外来的什么国家，当时他们丝绸之路去敦煌做生意，然后那边敦煌孩子。那我们学习到的还是对非毛利人的一些简短介绍。就是他们的介绍其实会具体到自己的祖先、山川是哪个部落等等。对，这是在毛利文化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因为毛利文化中的土地和身份的认同其实紧密的相关。他们认为土地就是祖先的化身，人是从土地中来的，所以可能我们不认识，但一旦我们知道了对方来自同一个地方，自然而然就会熟悉起来。
700多年前，毛利人其实就是驾驶着这种名为瓦卡的大型双体独木舟，沿着洋流一路航行啊，发现了夏威夷、复活节岛，然后直至到了新西兰这片大陆所以其实瓦卡是和新西兰的文明起源息息相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人家官方会带我们去划这个，你知道吧？ Ko tangaro te takutai, ko tangaro te waitai, ko tangaro te auheke, ko tangaro te tūke. Horohia to mana atua, horohia to mana tipua, horohia to mana auharo ki te au moana. Hamie huie takie. Takai! 好了，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体验啊，整个行程大概3个多小时吧，官网的报价大概是105纽币每人，折合人民币大概是450块钱左右。所以这个瓦卡体验大家觉得怎么样？来不来？那如果你觉得值，可以用绿色打出来来，可以用红色把不来打在公屏上。来，朋友们，出发！第二个项目其实是位于这个麦肯齐高地的一个四驱车体验。 麦肯齐是新西兰畜牧业的心脏啊！这个项目的运营公司拥有6500亩的私人高地牧场，所以这个普通游客开着车过来的话，你是进不来这里，必须要报他们的官方的团。那新西兰有一个别名叫长白云之乡，大家看那一道长长的云，大家就知道为什么它会因此得名了。沿途的风景，我个人觉得也是很棒的，就是他们开着的车，我必须得说一点。 爱死了！我的 dream car， 太帅了，坐的真的很不舒服，他硌屁股。他就是帅，你们就是帅，帅就完了，好吗？我可以买吗？我觉得爱马仕也挺帅的。那四驱车体验的价格，我这2天看它一直在浮动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大概都是折合人民币1000多块钱左右。所以四驱车你们是来还是不来？ 好，接下来第3个项目就是冰川快艇。我们一会儿就要坐那个小船，看到了不？那其实更有名的是那个直升机看冰川的项目，但是其实我们3年内2次来都报了这个项目，且都是提前很久才能抢到这个项目，结果2次都取消。前年的原因是因为大风，这次是因为云太厚。看这张图，本来我们的计划是飞直升机飞到这个小尖尖去看冰川的，但是这个冰川呢，因为它会融化。 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坐气垫船去看留下来的冰川。明老师拿帆布包徒步全球第1人，这条步道上只有你，是那样的特别。喜欢吗？喜欢。就喜欢特别的我。然后我们现在要走20多分钟。刚刚我们俩还担心这20多分钟走路，我妈会不会有问题？结果人家蹭蹭走，贼快在前面。快点，快点！你今天跟别的团走过吗？ 你出来旅游还有不走的？我们就不想走，紧张吗？有昨天那一出，这都不算啥了。怎么越来越远呀、这船 ？OK。 Drive around, we sometimes have to make sudden maneuvers, and if we do, that is going to feel quite quick and similar to something like this. 哇，冰川，看，老妈那嘴角都没下来过。我低估你了吗？我觉得我妈能跳伞。哦，朋友们看，看我身后是巨大的蓝色冰川。You can now start to see the ice crystals on this berg itself. So remember that only 10% of an iceberg is underwater, no matter the size. It's not one solid mass, but millions of little pieces that are joined together, just like a jigsaw puzzle. There we go. So this is what we call ice crystals. And these crystals, they are safe to eat. 请大家吃冰啊！ Yeah. 平时凉水都不喝一口的老太太。阿姨啊！就是我们后来不是发了照片吗？然后就有人说这个冰川不能吃，说是千年老菌。现场的向导让我们吃的，所以这到底能不能吃啊？这个冰川就是普通的冰。我肠胃不好，舔了没什么事，然后老妈子，舔了也没事。全是碎冰，这些碎冰都可以捞。哇，好漂亮！看到这颗冰川冰的人会发财。有点玄学。你还说我玄学？我只是被你带的。
冷。Now, the glacier is unfortunately in a state of retreat, so it is melting and getting smaller every single day. 那我们坐的船就是航行在一个叫塔斯曼湖的湖里面，那这个湖正是这个塔斯曼冰川融水聚集成的。其实这个湖应该是在几十年前都还没有。向导说这块冰是今天刚刚从那边掉下来的。那在全球变暖的影响下，这些冰川其实正在逐年融化消退，那每年大概会后退500米左右，这个湖还在不断的变大。对，这个稍微有一点贵啊，800块一个人左右。这个项目大家不知道觉得怎么样？所以冰川船你来不来 ？OK。好，第4个项目其实说是整个南岛的必游项目。现在带你去萤火虫洞。萤火虫在饥饿的时候表现就是发光，越饥饿发出的光越亮。那我们就要盼望他们现在贼饿。因为它发光是为了要吸引猎物，所以它越亮的时候，它就离开人世的时候。它只有幼虫有嘴，成虫没有嘴。那它一生就是他们的任务就是吃饭，对，吃够了老了，对，直接给带。它的幼虫有9个月，但成虫只有1到5天，这5天就是用来产卵，产卵以后就死了。哦。雄性的还能多活5天，还这么懒，母的只产完卵就死。伟大。Connecting all these lines together, and that's to catch the flies. 这个是放大了几百倍的效果，大家其实看不到这些一切的融合，肉眼看到的就是很远的亮的一些光点。我们现在要登船了，我们现在在这个湖上，然后我们一会儿在这儿登陆，走一个长长的栈道，到这块换船，然后进去看萤火虫。看萤火虫去喽！现在我们3个要进到这个萤火虫洞里了，然后前面再开始就不让拍摄，步行大概5到10分钟左右，走吧。And the furthest part we're going to go inside the cave today is around 180 meters down. 妈呀，全黑了！我们的左右两边都是很深的那种溶洞，然后下面都是瀑布。OK， 我们现在要上船了。它完全是在黑暗中划船。看头顶，这不是劳斯莱斯的星空顶吗？天哪！看到越来越多的萤火虫，我感觉星空就在我头顶。这个萤火虫洞呢，它就是远观挺好，像是银河一样，像星空一样。它那个发光的东西呢，是它那个幼虫分泌出来的液体，它那液体是黏黏的，然后在洞里面发光的时候就会吸引别的小虫子过来，然后给它吃掉。但是远远的看还是很漂亮的。太屌了！哇塞！每个出来的人都在怪叫啊！它这个萤火虫一开始我以为就是我们小时候见过那种萤火虫嘛，我抓过萤火虫，在外面看到有个光，我就给它合住了，然后回到房间我一打开，吓得我一个人掉了。它长得像飞蛾，你知道吗？然后胖胖的一个大屁股，后面在发光，它是个很蛾子。第一次见到萤火虫还是在南京。你没童年啊？城市里哪有萤火虫？你们城市孩子。我们只要上下学都走地道，没有萤火虫。其实它们不是一个物种，它们是发光迅蚊的幼虫，它们没有翅膀，也不能飞翔，所以说其实就那种蠕动的虫子。哎，对，来采访采访你怎么样？第一反应很神奇，我也够神奇的，戴着墨镜进去。那你刚刚在洞里到底看到没呀？亮光很清楚，但是黑的地儿肯定更黑了。天涯岛的萤火虫洞的价格是130纽币每人，时长大概是2个小时左右，最多是12个人成团。萤火虫洞你来不来？4月正好其实是南半球的一个金秋，建镇的秋景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的，之一。哎，之一。我们现在到了建镇，阳光明媚，然后看我们身后的树，颜色非常的丰富。4月26号，这是他们的金秋节，路上面已经挂了这个节日的牌牌，太好看了，人超级多了，车流量巨大。哇塞，满山遍野的红叶，要是这下有阳光就绝了呀！它离那个皇后镇特别近，开车20分钟就到了，所以基本上去到皇后镇的人都会到这个建镇来打打卡。哎，对，但是其实这个最吸引我妈的是这个什么
多少钱？不到2000万人民币，有点贵。大家激烈的讨论了起来，新西兰的房价，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 DNA。不然话就多了起来。593平米卖110万，400多万啊！你们的挑挑拣拣什么？我们逛，你知道吗？中国人就喜欢逛。我买不起，我看不起吗？这个合人民币是多少钱？400乘4， 1600万。妈，我有1600万，让你选。一，生一个孩子，然后买一套学区房在北京。2，给你在这儿1600万买那套房子养老，但没有孙子或者孙女。那你这个问题根本就不用说，肯定选第一个呀。这多舒服呀！舒服你自己舒服有啥意思？我的爱人在哪儿，我就在哪儿。那我们下一个项目叫做百年蒸汽船，然后其实它是南半球唯一一艘仍在运行的手动驾驶蒸汽船，而且它是烧煤的。可以参观它参观它里边是烧煤。这是1层，然后它这一层可以看到发动机，挺帅的。其实他们穿着背带裤，然后把那个煤塞进去，哇，很有那种电影的感觉。对的。这个船是1912年，它跟泰坦尼克号是同一年下水的，但它至今还在正常的运转。还好你是现在跟我说的，为什么？你要是上船前跟我说，我就会这个迷信的脑子开始运转。蒸汽船的价格是109纽币每人，那大概是450块人民币左右，会横跨瓦卡蒂普湖。到了那边以后，还有一顿晚餐，价格另说。百年蒸汽船，你来不来？其实这艘船上我们还碰到了2个工作人员，是我们的粉丝，而且感觉出来他很开心。我是看了你的视频，然后才想来新西兰做 Working Holiday 的。哇，我记得当时是那个视频你在 Tiano 看星星，对，然后第一个晚上没看到，我们前天又没看到啊。米老师来了，在下面呢，在下面呢。很感动，洛哥很感动，我真的很感动。我比较能理解陆老师感动的点就在于，他们看完了我们的 vlog 之后，然后可能选择了另外一种他们想要的人生，而且他们选择这个人生，我能感觉到他们跟我们说他们是非常幸福的，这种感觉特别好。就是包括我们5·1的时候有办那个线下的展嘛，线下跟大家交流的那个魅力，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棒的。就是它这种实感，这种能带给我来的一些动力。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5年了，这号慢慢越来越想专注到自己的生活，觉得哎呀没什么话可说了，没什么地儿可拍了，会有点倦怠的感觉。但是其实就每一次在现场会跟我们表达说你真的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的或者一些选择的时候，会重燃我们的这些热情。就是每次见到大家的时候，大家会说看到我们视频之后会给大家带来很多动力，然后其实大家给我们的这些反馈也同时变成了动力，又在反馈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是永动机。对。你拿的是 ZV-E 吗？对的，是看了我的视频版的。对。哦，然后我今天早上去坐那个直升机，因为那边取消的概率特别高，好像就是前1周一直在下。哦，前2天我在想，我说千万不要在那边碰到陆老师。我靠！所以我们的每期视频都像是一封封的远方来信嘛，其实也期待能收到像这样的回信。没有回信也没有关系，你们的每一个币就是我们的回信。所以我不知道大家觉得新西兰怎么样？整个新西兰你会不会来？会不会种草？我们其实在今年的片子里边，清谈人生相对而言会比较重一点，包括像敦煌的那一期，我们的文案也是非常重的。那有的评论就会说，哎呀，还是喜欢看你们2个轻松一点的插科打诨。但是也有的评论说，觉得这样子更厚重的人文向的内容，觉得我们的频道又往上走了一个台阶儿。所以这2种声音是我同时收到的。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但是呢，都满足，都满足。我们其实未来也会多做一些像这样插科打诨似的，真正的带大家看到目的地的一些好玩的东西，或者说不好玩的东西，不太值的东西的一些体验。那如果是这样的节目方式，不知道你们会不会喜欢？不知道你们看都看了，不知道你们看完之后来不来？走啊，跟我回北京啊，南京也行。